凌不疑选择连役50大寿的时候复仇，而这一天恰好是和陈少商婚礼的前3天，他们差一点就要结婚了。但是随着霍君华的死亡，让凌不疑彻底意识到复仇已经拖不下去了。他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找证据，但是速度没有林毅消除得快，而且林毅的姻亲势力已经开始向皇室蔓延，越拖他越无法下手，越困难。少商在心中不断冷笑，碍眼的前妻死了，大权在握的长子可以回家了，还有刚加了官制的次子和郡主心腹，好个枝繁叶茂蒸蒸日上的林氏一族。因为霍家一事，虽然皇帝不知道林家干了什么，但是他全家都还活着，不免让皇帝心生怨怼。再加上后来霍君华疯了，皇帝更是厌恶林家，于是林家在朝堂之上逐渐没有了地位。虽然表面如此，但是这些年林家通过家族联姻，姻亲势力已经是非常庞大了。凌不疑道，当年之事可不是你一人做下的，你们3兄弟齐心协力，分头行事，一个以敌入朝，一个屠戮妇孺杀人灭口的，还有你趁我父不备，伺机谋杀。你恐怕不知道，当时我就藏在父亲书房的暗格中。当年的孤城案并不是杀林毅就可以复仇的，凌不疑要的是林家满门来为其他的族人在天之灵。孤城案霍家活下来最亲近的族人都已经出5服了。霍君华是为了他，故意的在乡间躲避了1年多的时间，也就是那1年多的时间，霍君华的身体更是彻底的亏空了。后面霍君华更是好好的一个人装疯到死。霍君华装疯，一是为了隐藏凌不疑的身份，二是为了让皇帝时刻记得霍家满门尽忠了，让皇帝时刻厌恶林家。你的确是等不及了，然而不是等不及3年守孝，而是等不及看着林家枝繁叶茂，子嗣绵延。2弟3弟家的几个心腹，不是有孕就是已经产子，等到玉窗进驻巨门，林家的子嗣也便会有了皇家的血脉，儿孙越来越多，姻亲越结越广，你就越不好动手。所以你非要在守孝前动手，就是怕我林家的依仗愈发强盛，是也不是。身负血海深仇的凌不疑遇到陈少商是他6岁以后最好的事情。他本来想要放手，连楼窑外放的事情都找好了，但是有机会他又不愿意放手。霍家满门被杀，凌不疑这一辈子注定是活在仇恨之中，不过上天终究是眷顾他的。三皇子在淳于氏送给汝窑老王妃的佛像中找到了证据，否则凌不疑这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孤勇的英雄，杀了林毅后就算活下来，也只能以姓埋名亮极天涯。其实凌不疑知道自己复仇注定要伤害很多人，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。不仅是陈少商，皇后对凌不疑的栽培更是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皇后和太子也对他不薄。虽然太子这个人不会用人，但是对自己人是超好，他也给了凌不疑绝对的信任，但是最终却发现凌不疑的选择了三皇子。不过太子本人还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如果不是心善，也做不出那么多没脑子的事情。在三皇子故意为难陈少商的时候，太子主动为陈少商解围。虽然三皇子经常挑衅他，但是他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还是很重视兄弟之间的感情。所以太子虽然失去了太子之位，但是荣华富贵他依然享受着，结局也算不错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太子和凌不疑现在是站在一处的，但实际上宴会塔议事的时候，就是三皇子的舅父还有凌不疑。不过三皇子伪装得很好，他还当着太子的面讽刺凌不疑尊卑不分，让小女娘坐在太子身边。凌不疑也冷脸相对，一点看不出两个人已经结成同盟。不过在看到萧元以一味的贬低陈少商的时候，三皇子看了凌不疑的眼色，还会主动帮陈少商说话，其实也能够看出几分端倪。当然了，这样的三皇子必然会笑到最后，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太子，继承了文帝的皇位。